烟火，没有 fire。一条长长的火蛇，正如流星般贴着地面向前窜去，所到之处留下灼热的痕迹，宛如一条沸腾的生命之脉。到了转折点，它一分为二，伴着犹如嘶吼的爆炸声直攀云霄，最终引爆了孤寂的夜空，在璀璨的花火中，变成了一道连接天上和人间的梯子。在场的人全都激动得喜极而泣，而这个略显黑瘦的男人更为如此，因为他为了这次仅有150秒的绚烂，已经准备了整整21年。男人名叫蔡国强，也许你没有听说过他，但他的作品却以惊人的成就，在世界各个国家里熠熠生辉。2008年8月，29个大脚印以烟花的形式，沿着故宫中轴线精准到达了鸟巢体育馆上空，最后伴随着漫天焰火与灯光的完美融合，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正式开幕。而这场举世瞩目的烟火秀，正是由蔡国强一手打造。1957年，蔡国强出生在福建泉州的一个小岛上。在身为书法家父亲的不断熏陶下，他从小便在绘画领域有着极高的天赋。但年少轻狂的蔡国强并不满足于仅在画布上作画。1986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，他在与妻子旅居日本期间，就在火药的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创作灵感，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形式。火药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媒介，让他的创作变得与众不同。在他的巧手下，火药不再只是爆炸的力量，更是一种独特的创作语言，一种与时间和空间交织的美妙。在空白画布上铺设数种火药，点燃导火索爆破后，烟火会在画布上留下深浅不一的燃烧痕迹，勾勒出线条和图案。一幅画只需一次火药爆破就能完成。这个前所未有的创举，让蔡国强觉得自己得到了释放，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发现了这个焰火魔术师。然而，蔡国强的抱负并不仅止于此。自从目睹阿波罗11号的升空后，他心中就埋下了一个大胆的梦想，那就是以天空为画布，以焰火为画笔，创造一座连接天空和人间的天梯，以此送给自己，也送给从小疼爱自己的奶奶。地球から宇宙に向かってはしごを作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。之后，这个想法在他心中孕育了21年之久，期间经历的多次的尝试，还均被意外和困难阻挡。1994年，蔡国强在英国进行了第一次试验，那时的他已经在外求学多年，所以对天梯项目非常有信心。但就在准备工作完成时，天空突然不作美，连续降雨的恶劣天气使得这次试验不得不被叫停。2001年9月，蔡国强再次出手，准备在上海进行第二次试验，但就在大家热血沸腾地商讨着细节时，一起发生在美国的突发事件使得项目再次被迫叫停。到了2012年，天梯项目在洛杉矶也因为有火灾隐患而被取消，他的梦想就这样被意外一直拖延着。然而他从未放弃，坚信自己总有一天能够让这个梦想照进现实。如今的蔡国强已步入中年，但他始终没有忘掉那个最初的少年梦。他说只要还有机会，一定会把天梯项目完成，让他自由地伸到云彩里面，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烟火秀，更多的是他对未来的梦和向往。阿根廷的焰火舞会场面唯美，纽约的移动彩虹在欢呼声中欢快落下，北京奥运会的大脚印更是鼓舞了每个中国人的心。绚烂的焰火，每个线条的颜色和全场热血国人的呐喊，无疑表明了这是一场足以让全球瞩目的烟火盛会。蔡国强这种不掺杂任何杂质的艺术追求，也让国内外艺术家们争相追捧，尤其是他那独特的火药作画，更加被大家奉为神作。不过，烟花给他带来荣誉的同时，也有不少人在驳斥着他的行为。他们觉得这种采用大量火药来进行表演的方式，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污染。面对质疑，蔡国强没有多说什么，而是在2014年用个展9级浪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复。在展览的揭幕式上，他首先带来了一场震撼的表演，向大家展示了烟花在白天同样可以耀眼绚烂，而这些烟花均是采用可生物降解的火药制作而成。展览中的雕塑与火药画更是将生态问题贯穿始终，从开场焰火的震撼到画卷的惬意，带给了观众非常大的视觉和心理冲击。他的作品有着很强的环保寓意，在开拓个人艺术领域的同时，保持着对世界和环境的关心。个展结束后，蔡国强团队开始做起了天梯的前期调研工作，这次他把地点选在了自己的故乡泉州。
在蔡国强的记忆里，从前奶奶家的小渔村是最理想的地点。他是家里的长孙，从小也得到了奶奶最多的疼爱，奶奶对他也寄予厚望，从小就相信他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。不管他多少岁，在100岁奶奶面前，依旧是个尽情大笑的孩子。蔡国强告诉奶奶，他要在渔村放一个天梯，要给最亲爱的奶奶看他的作品。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已经不能用言语表达，只能激动地点着头。于是，在2015年，天梯项目正式开启。蔡国强带来了很多朋友，他们都是行业里顶尖的人才，当地人听了也都义务帮忙，大家自愿奉献自己微薄的力量。很快，天梯计划从有了雏形到不断完善，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让他很享受。不过，在大家辛辛苦苦地完成了所有准备时，厄运却再一次降临。这个沿海小城总是有雨水光顾，恶劣的天气让计划不得不延期了3天。这个天梯计划实现起来太难了。虽然他为这个作品准备了21年，但是在此开启时，他却谢绝了所有媒体的拍摄。气球来，大家都拍照，都上报，这个事情不可能做的。因为他只想把天梯当做一个梦想，送给最亲的人。终于迎来了一个大晴天，村民们打开卷起的热气球，巨大的气球几乎铺满了整个海上场地。夜幕降临，工人们给热气球充气，安装缆绳和架子，整个工序复杂又繁复，还必须要在天亮前完成。对此，大家都悬着一颗心。忙碌了几个月的蔡国强累得都要站不起来了，他还是躺在甲板上不错眼地盯着每个过程。随着热气球升空，天梯也被缓缓拉起。蔡国强的母亲这时也颤巍巍地走来，他不想错过这次儿子的这场世纪焰火。全部准备就绪后，蔡国强这时打开了和奶奶的视频通话，他反复说着这次焰火是给他老人家准备的。工作人员开始倒计时，蔡国强这时也紧张地闭上了双眼，这是他21年的期盼。在场的人也都紧张极了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倒计时结束，蔡国强点燃引线，只见一条火蛇从地上穿过，直接升上天空，随后又兵分2路互相攀比窜到天上。2条火光中慢慢衍生出几条小横线，相互连接起来。这时空中就出现了一条梯子，一直向上蔓延着，直到天际，好像这梯子是从天上垂落下来的。眼前这一幕太让人震撼了。蔡国强满足地笑着和大家握手拥抱。天色这时一点点亮了起来，大家纷纷举杯庆祝这一跨世纪的梦想的实现。蔡国强感谢了每一位辛苦付出的朋友，太激动了，把香槟倒在了头上，亲吻了妻子的脸颊。此刻他的喜悦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。送别了朋友，蔡国强看到妻子在一边忍不住哭泣。天梯是他追求了半生的梦想，为了完成这个梦想，其中的艰辛数不胜数，如今终于圆满落幕。蔡国强的一生是传奇的，他的艺术创作是单纯的一种希望的表达。时隔21年，无数次尝试，天梯从最开始连接宇宙和地球的宏大目标，变成了艺术创作上不变的初心。